巴黎這一區到底是怎麼了？人們搶着去人民公社看夕陽看搖滾，最熱鬧的地方居然是墓地，路上拍着視頻被汽車打雙閃騷擾，就這樣房價還越來越貴。這裡是巴黎20區，我準備在這裡待上一整天，坐地鐵到 Père Lachaise 站。3號線還在用1960年代的車型，要用手扳一下扳手才能開門。拉雪茲神父公墓就在這一站，跟着指示牌走，對面那堵牆裡面就是拉雪茲神父公墓。這是一天的開始，所以我要先去吃一個法式早餐。我被這隻背包裡的狗吸引到了這家咖啡店。Bonjour, café orangé et avec croissant. Avec un croissant. Ouais. Très bien. Merci. Café orangé 有點像意式的咖啡 longo， 基本上就是一個西式版的 espresso。完美，5分鐘吃完。馬蒂松，s'il vous plaît。Merci, bonne journée. Au revoir. 5塊1毛錢歐元。有一個大哥在路邊修自行車，那麼隨性的嗎？是拉雪茲神父的正門。1804年，正在看墓地的導覽牌，幾個美國人出現在身後。Jim Morrison. Of course. Okay, cool. All right. All of the Americans Yeah, only place to come. they're looking for Jim Morrison. 是埋了很多名人，有一個是大門樂隊的主唱 Jim Morrison。好，我們跟着美國遊客去找一找。Morrison is another way. Really? Yes. Okay, we should have Look followed that. you. This is Morrison. Oh This my is God. ours. 跟着美國人一陣瞎走之後，我把他們帶到了 Morrison 的墓地前。It's here. Right here? Yes. Jim Morrison 的墓地是很不好找，它在非常不明顯，而且還在一棵大樹的後面。上面粘的都是口香糖。What you got there? For the memory from Jim Morrison. How old are you? You guys are young to know about the Doors. Young blood, but old soul. 年輕人在這裡唱一首 The Doors 的歌。2個歐洲其他國家來的年輕人在這裡翻唱大門樂隊的歌曲。I'm a bass player for 35 years. 原來這位美國大叔也是音樂人。Jim, I love the Doors. Here's to you. Here's to all you people here. Jim Morrison 的鄰居 ，sorry， 有點吵，靈魂們的安息，要理解一下。叫做梅杜莎之筏，這個是在盧浮宮的這幅畫，浪漫主義繪畫的先驅。那種，他有一堆頭銜，什麼外交家、考古家、藝術家，但是有一個很重要，他是盧浮宮的第一任館長。然後德弄的對面就是肖邦，肖邦在這裡，是個抑鬱的波蘭人。在巴黎有貢獻的、有知名度的人的濃度最高的，邦迪翁就是先贤祠，主要是法國人。那Père Lachaise他就是埋了全世界的法國去世的那些名人，特別像一個巨大的雕塑公園。其實很多華人的講法落葉歸根，會不會落葉歸根也不重要，其實重要的是有人一直記得你。然後像這些叫順勢療法的奠基人，他其實是一個德國人。今天這裡怎麼這麼多人，但又很安靜？因為這個裡面正在進行一個告別式。
歐洲的墓地沒有那種特別悲涼的氣氛，就是安靜和肅穆。走一走，看一看，內心會覺得特別平靜。這個墓地看起來哪裡不對勁？ Victor Noir， 看他的這個部位，很年輕的就去世的記者送信的時候，然後吵起來，然後被開槍打死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部位特別凸起。巴黎有了這樣的一個都市傳說，就是你來摸完了以後會有桃花運。前面這個墓地為什麼要用玻璃圍起來呢？是的，它就是 Oscar Wilde。很多女性在墓碑上，在這個雕塑上親吻，留下唇印。但是這個因為油脂會順到這個墓碑裡頭，然後每次清洗完了呢，這個石頭的縫隙更大，然後又更深的順進去，所以後來就搞了這樣的一個玻璃罩。有很多人就親在這個玻璃上，那玻璃好像也是現在天天擦，所以有人把唇印印在紙上扔進去。就是因為當年王爾德是因為一個同性的吻而被關進監獄，以現在的角度來講，一個自由的吻，現在要還給他。所以如果你有時間，可以在拉雪茲神父公墓慢慢看這些人的墓碑，像肖邦你就聽一首他的鋼琴曲，像巴爾扎克你就看一頁他的小說。哇，碰到人在這拍電影，我的天！一位姑娘坐在長椅上看書，在她的對面，工匠正在為一個新的墓碑鑲金字。好，前面應該又是一個大景點，因為有看到好多人。Edith Piaf， 法國傳奇歌手，《玫瑰人生》的原唱。巴黎公社社員牆，最後一批社員是在這裡被槍決的。這位大叔不知道為什麼將一枚石子放到了牆上。Étant élevé à Paris, une histoire cachée. Ah oui? Ouais. Celle du peuple parisien, ouais. Qui n'était pas vraiment enseignée à l'école. 這個法國人20年前去美國定居，做一些藝術項目。他說，巴黎公社的歷史在1970年代、80年代。他讀書的那個時候，只講了時間、地點、人物，並不講這段歷史對當下生活的影響。Il n'y a pas de fleurs là. Je pense qu'il y en aura plus à Edith Piaf là-haut. Il y a écrit chinois, il y a écrit chinois. 巴黎公社在中國的教科書裡是一段極其正面的歷史。我只給他看牆上用中文寫的“人民萬歲”等字樣，他也只給我看用法語寫的“公社萬歲”。巴黎公社紀念牆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南面，在公墓裡面，這個是在北面，在公墓外面。Mur aux victimes des révolutions， 也就是所有革命的死難者，還用了一個複數。溫和政府和稀泥的作品，上面還有一些孔洞，都是子彈打的坑。一般法國人中午如果不下館子去吃飯的話，他們就會這樣吃。小小的跨一個界，我們到對面11區的一個 Boulangerie， 一個麵包糕點店去買一個午餐，看看我們能買到什麼。Bonjour。哇，這是一家很好的麵包和蛋糕店。喂。這些東西9.5歐元。我們現在去找一個地方吃午餐。雖然這是個墓地，它在外面的門牌上面寫着不許在裡頭野餐，就是 picnic， 然後喝酒。
但實際上，你坐在這個公園的長椅上，就跟這個法國人一樣，吃個午餐，管理人員是不說的，看到他也不管，就是像他這樣，和巴爾扎克、王尔德一起共進一个午餐。这里有人在草地上睡覺的，管理人員就不能忍，這是不允許的。這裡唯一允許的睡眠大概只有長眠。哇，這個門出來前面，哇，我真的好多年沒來了，差不多14、15年前來巴黎，在巴黎的居住的第一個區。哇，巴斯特岡貝拉，這個就是20區的區政府。哦，這個在修的地方是一個國家劇院。巴黎好像一共才全法國一共才5個國家劇院。拍不拍得到電線上掛的那雙鞋？這上面寫着平等就等於身份、住宅、教育、健康給到所有人。這裡指的大部分是沒有身份的爭取權益的一次遊行。哇，這個房子蓋得好漂亮！也有奧斯曼建築，但是奧斯曼建築不多。有一段廢棄的鐵路。哇，這就是巴黎的一個城市故事了。這個以前巴黎市環城有小火車，就是一個小皮帶，像一個皮帶一樣把巴黎給箍起來了。轉過來這個 La Flèche d'Or， 以前就是火車站。對，是一個ceinture。啊哈，在這裡，這也有一段步道，是不遞上去。啦，我還真沒來過這裡。看看這段能走到哪裡？啊，果然很短，就這麼一段，兩個橋洞隧道之間這一段。20區眾生相，這個就叫特地往前。步道做成了樹樁的樣子，往上爬吧。如。Round to the right, and then you'll see it. It's just a little pretty village. Okay, so， 哇，上來是一個，哇，這個住宅區也太好了吧！這現在已經是一個景點了。剛才那個也是個遊客，不是法國人，不說法語，是一個巴黎鄉村合作社的項目，啊，也是1926年左右建成的。60%藍領工人，30%白領工人，10%是中級職業人員，所以這不是一個富人區，起碼是蓋的時候這不是一個富人區，現在肯定是越來越貴，現在已經高攀不起了。綠樹成蔭，後面的車突然向我打雙閃，是在叫我嗎？我去，在這一區拍攝，有一個停在那裡的警車，查我的證件。我在巴黎生活了10幾年，這第一次碰到警察要查我的證件。他可能不知道我在拍什麼，所以查一查。我跟他確認說，我有權利在大街上拍攝吧？他說，對，可以，你可以。
每个酒吧开久了都有故事。 这一片红墙，哇，这好像还是新的呢。看地上的，这都刚完成。20区也是巴黎街头艺術最豐富的區之一。走在這一區的大街小巷，仿佛身處一個露天美術館。突然發現這條路五顏六色，很好看，好多圖樣。C'est nous les gars de Ménilmontant， 就是我們Ménilmontant的伙計們。巴黎還挺有名的一個街頭藝術家做95年就在這裡了。巴黎人把市區的一切空地都變成可以打球喝酒的社交場地。啊，開門了！哇，又一個 live house， 這個比較多的是就是世界音樂。La Bellevilloise，Bellevilloise 就是美麗城人。Liberté, Équité, Utopie， 基本上也是有演出啊，然後下面有一個 club 可以跳舞，有露天的吧，啤酒可以喝一杯。那馬後基那些現在也是一個 live house， 原來的意思就是皮革加工廠，這個本來就是個皮革加工廠，就是演出嘛，然後酒吧、餐廳跟有一個小院子可以在裡頭坐一坐，大概就是這樣子。在隔壁這家現在叫做 The Solaris， 裝飾主義藝術的建築，牆上面有 Science 是科學，Travail也是工作，以及保留了鐮刀斧頭，因為這個地方曾經叫列寧廳。現在是什麼呢？現在這是一個可以做活動的場地，還挺高檔的。你可以包下來，裡面是一個大廳，有舞台的，你可以拍攝啊，可以結婚啊。如果說法國是個革命老區，那麼大本營就在20區，就在這裡。小手工藝階層在1877年建立的。1877年。巴黎公社是187年，等於說6年之後就開始建設有這個公社了，這是巴黎公社的後人的遺存，變成一個社區，然後加入合作社，然後可以享受便宜的食品啊，然後在這裡有文化活動啊，等等等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公社的產物，真的就是個人民公社。但是這一片建築到1936年，也就是這個消費生產合作社這個人民公社就破產了，政治派系的鬥爭啊、分裂啊，然後因為經營不善啊，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實驗，所以這上面寫的挺好的 Utopia。哇，這個都是當時給工人蓋的宿舍 La Bellevilloise。從這邊過來走過來，就同一條街嘛，還是往前走，然後走到這裡，看到前面那個紅磚房，哇，這是個公共澡堂，然後前面是個學校，這個上面寫着20區公共健身中心、運動中心，1934年巴黎市政府建的。為什麼建這個呢？就是因為我們剛才前面看到的那個La Bellevilloise， 因為這一片再這麼下去就要被這個公社佔領了，
政府說優惠工人階级的東西，我们也可以搞，但是没想到那邊36年就破產了。然後一直到2000幾年的時候，這個街區才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新興資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的這樣的一個波社區，叫做波西米亞布爾喬亞社區。這區也是越來越貴了。就我們現在生活在巴黎，有很多的福利，其實就是因為當時有這樣的抗爭吧。然后把街区自己搞一搞，搞得特别好。沿着这条街一直走下去，就是美麗城的亞裔區。有興趣可以點擊上方鏈接，跳轉到巴黎唐人街那一集。我們不去亞裔區，左拐進入 Rue Pierre。在這裡可以看到巴黎的全景，但是現在下面的樹長高了，有一點遮視線。可以看到遠遠的埃菲爾鐵塔。太陽逐漸西沉，賦予影子以生命，讓世界變得柔軟。好了，我準備要去喝一杯。巴黎20區也被稱為巴黎之秋 La Montagne Paris。它的海拔比其他所有區都高，甚至可以俯瞰蒙馬特高地。當年因為這個地勢，巴黎公社的最後成員選擇退守到這裡。今天也因為這個地勢，巴黎人爬上人民公社的屋頂，喝酒、聊天、約會，看夕陽落在蒙馬特高地的那一側。